大家好，欢迎回到视野环球财经，我是 Rhino。现在是美东时间22年8月18号周四晚上的7点45分。今天的股市四大指数是小幅上涨，看上去波动都不大，但底下实则暗流涌动，多头想一鼓作气实现结构性的反转，但有些关键的位置要突破。那么关键位置在哪儿呢？另一方面，空头或者说是期权做空的保护性的仓位却在暗地里逐渐的累积。稍后我会详细的给大家展示一组数据。今天的板块方面，能源板块是再次领涨。其实每当这个市场当多数板块都失去交投动能的时候呢，能源板块就会出来冒头。所以咱们说，大盘能不能继续的维持在高位，个股要看苹果，板块要看能源。这两个里边任何一个出现大幅的回调，都会拖累指数下跌。其实在过去的1个月里边，市场持续的上涨，对经济敏感度比较高的这个道指，在过去的6周时间里边，有5周保持了上涨。但咱们的感觉我相信大家应该和我的感觉都差不多，就是经济数据虽然说没有特别的差，但它绝对谈不上非常的好。而且数据间呢都是互相的拉扯，看上去很强劲，有的呢则是在不断的下滑走低。比如今天有2组数据，一组好一组坏，咱们来看一下。今天好的数据是在初请失业金这块。截止到8月13号的当周，美国初请失业金的人数意外的下降，这是自7月23号当周以来的首次下降，大约有25万名美国人首次申请失业金，少于预期的 26.5 万人，也低于前一周的 26.2 万人。那么4周的平均人数也降到了 24.68 万人，这个也是自7月23号以来的最低点，说明了就业状况依旧非常的强劲，韧劲十足。尽管有不少的企业裁员冻结了招聘，但同样用工的需求整体还是比较旺盛的。那么另一组数据呢，看上去就不是那么的漂亮了这组数据是美国的7月成屋销售的年化总数，最终的数据是481万套。这个数据出来之后呢，其实我们知道当去年美联储的利率在0到 0.25% 这个区间的时候，美国的这个30年的抵押贷款利率当时在 3% 附近摇摆。现在的美联储的这个利率的这个区间是 2.25% 到 2.5%， 30年的这个房贷的利率大概是在 5.1% 到 5.2% 左右。从几周前的 5.8% 已经开始回落了，但整体还是比较高的。那么整个的利率的上行也是打压了房地产，这个7月成屋销售的年化总数只有481万套，低于这个预期的489万套，环比是下降了 6%， 同比去年是下降了 20%。 这个也是自2015年11月不包括大流行的最初的几个月那个时间里边最慢的现房的销售速度。另外呢，在销售价格方面其实也出现了一些下滑。虽然美国的整体的房价的中位数是在同比上涨的，涨了 10.8%， 现在的中位数是在 40.38 万美金，但是市场的低端还有高端的房价都出现了大幅的下滑。100到这个25万美元的这个房屋的价格同比下降了 31%， 这个是指的是下边的，然后超过100万美金的是下跌了 13%。 所以呢，整个我们的数据上每周都会出现很多的这个经济数据，那么有的呢是好坏，就是总体上是好坏参半。市场尽管一直在涨，但是大家心里边都有这种感觉，就是似乎市场缺乏足够支撑股市持续走牛的这么一个支点或者基础。所以这一轮的上涨能不能从反弹最终演化成反转，然后持续的一直去涨到前高呢？其实很快或许就有答案了因为尽管基本面的这个数据模模糊糊的不支持走牛的这个假设，所以呢，今天我想和大家从另外一些方面看看能不能寻找到股市如果能够去走前高，有没有支撑它的一些其他上行的可能性。
那么前段时间咱们讲过啊，其实从技术面的观点上来看，罗素和纳指它们从最低点的反弹实际上是已经超过了 20% 的，那么已经进入了技术性的牛市，但是标普和道指还没有。但是呢，这个技术性的牛市啊，它其实不能代表市场整体的这种趋势性的转牛，就是我们不能因为这个地方反弹上涨了 20%， 就是说它现在一定会去走前高了啊，这个判断是没有任何理论依据的。它不代表着现在的这一轮下跌趋势已经结束，两者没有任何的相关性。因为技术性牛市就是反弹超过 20% 之后，后续再下跌超过 20% 的历史上也有过，之前的节目和大家做过展示。所以呢，咱们不能以反弹 20% 的技术性牛市作为整个大的下行趋势反转的参考。如果要想结束这轮大的下行趋势，必须要从根本上在这个大型的结构里边去找突破性的结构。那咱们今天就看一看啊，我把这些点位给大家标出来，咱们看四大指数到底还差多少。为了方便大家理解，我把这个周线打开啊，周线看的会稍微清楚一点。好，因为周线上呢，高点低点中间的这个比较小啊，这个里面大家比较容易理解。其实从标普来看，标普现在今天收在4283点，标普如果想突破这个下行结构，最终实现重新的再次走上行，就是低点逐步抬高，高点抬高，直至突破高点的最高点历史高点的这个走势，进入这个上行结构，那么它就必须要至少要突破并且站稳4400点。那么现在4283点离4400点还有多少？还有 2.7% 左右的一个涨幅。其实这种涨幅你要说快，可能一天它就能走到啊，慢的话它可能每天涨个 0.5%， 一周可能也能走到啊。这是第一个，我们说标普要真正的实现反转，必须要去站稳突破4400点。好，那么纳指呢？纳指最近涨了很多，但其实它离结构性的突破反而离得更远，因为它之前跌的更多。它现在要想突破整个的大的下行趋势，重新我们说未来能看一个前高，那么至少要去突破并站稳14700点，这是纳指100，14700点。那么离市价到上方的14700还有 8.81% 的距离，这个其实不算小啊。所以如果市场真的能够实现大的反转，那么相信纳指可能还是涨势会比较的好。好，那么道指这边呢？道指和标普实际上差的不多，它想实现结构性的大反转，要站稳并突破34500点。那么现在离34500点还有 1.51% 的距离，也就是快则一天啊，慢则呢，如果慢慢摸，一个星期可能磨磨蹭蹭也是有这个可能性的。但是呢，这个地方近在咫尺啊，所以我们说结构要能突破的地方，其实也是属于回头大家会重度布局的，可能会产生回调的位置啊。为什么？一会儿我会给大家展示期权数据，你就知道了。随着股价的不断的上行，在期权方面累积的空头和保护性的头寸是越来越多，越接近这些关键的位置，他们越接近这个把这个仓位啊，保护性的仓位加得更足啊。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纳指综合，纳指综合这边跟纳指100的情况差不多，它还有 9% 的距离，它要14100点啊才能实现结构性的反转，好吧？这是对于纳指综合。那么罗素这边，它的涨幅也不错，但是它差的也挺多的。它呢离上方的213啊 IWM 罗素2000的 ETF 213突破站稳，还有 7.21% 的距离。所以总体上来看呢，如果市场能实现真正的结构性的突破反转，那么纳指像科技股包括罗素的中小盘的股票依旧会有不错的一轮表现。但是如果不能反转，那么基本上呢可想象的空间啊，现在我们说能会遇到强大阻力的空间也是这么多了。但基于这个标普和道指实际上现在的距离并不太远，或许纳指和综合，如果标普选择在这些地方就已经开始承压先做回踩，那么纳指和罗素应该是涨不了那么多的啊。但是我们就是看结构，需要去了解的就这么一个情况。很多朋友呢会说啊，那个技术性的分析没有什么用啊，这个我相信长期看咱们节目的朋友一定会知道，技术性的分析
在某些特定关键的时刻结合着基本面去做是非常有用的并不是没有用因为没有用呢，可能是因为你从某一些理解上有些偏差，但是技术性的分析绝不能作为咱们判断行情的唯一的依据，如果是以唯一的依据去判断，那就是偏差就比较多了所以我们说活学活用，很多东西呢都要综合来分析。好，刚才谈到的这些关键的位置还有一些理论性的这个数据性的支撑，支撑这个观点越到核心位置，市场承压力度越大。我们从资金层面来看一看，市场现在继续的上涨，到底是做多的人追多的人多呢，还是做空的保护的人多？数据最能说明问题这个就不用靠猜，我们看看市场到底是怎么在压住的。好，我这里呢把这些这个几个指数包括VIX， 把它在最近的这个期权的这个仓位和目前的期权的整体的变化这个我数据库里的东西我调出来给大家看一下。大家看着这个我来讲解，你可能会更加容易理解知道现在的一个情况。左边的这边都是日期我们主要是看这边一栏，这个呢指的都是今天的这个当日的这个交易的期权的交易量。我们看这一栏，看看这个 put 和 call 的这个未平仓期权数的这个比例就是没有平仓的 put 和没有平仓的 call， 他们现在到底的比例如何，这就代表他们的一个持仓的状况嘛。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趋势现在给大家展示的是标普500指的指数这里是指数，这里说的不是 SPY， 指的是 SPX 的指数的期权。现在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到，在这一轮你看下面的日期都是逐渐的往下的。我这里给大家列到了5月份，然后呢5月份你可以往上，你来看最近6月份开始上行，对不对？市场开始6月份7月份一直慢慢的往上走，你可以看看这个随着市场的不断的上行，在这一栏它的数字是越来越大的，代表什么呢？代表 put 的人或者 put 的未平仓的期权的数量在逐渐的累积，一直到今天现在是 1.75 这个比例是 1.75， 接近于2倍的做多的。那么是不是做 put 的代表市场一定要看空呢或者一定是下跌呢？不一定我们说在期权的这个世界里边呢，如果你持有正股，打个比方你是做多指数的你比如说你买了这个你有很多的SPY 这个标普里边的大盘股包括你或者你持有 SPY 你呢想通过上涨之后想去锁定你上涨的利润，你可以通过买 put它下跌的时候你不会受到损失，因为 put 这边会帮你赚钱，正股那边在亏，但是 put 那边帮你赚，能够抵消你整体下跌的亏损，这是一种常用的锁定利润的一个方式，不代表着他买 put 就是要看市场下跌，但是他买 put 一定是保护利润或者防止市场下跌，他的情绪是偏空的，或者认为市场上涨会面临阻力。所以我们看到截止到今天为止SPX 这边是 1.75 这个值算高吗？这个值和年初1月份的那个值比起来不高那个时候达到了2-3之多，现在不算高，但是和正常水平相比已经算挺高了，也就意味着市场越涨他们在越保护，越涨他们在越往空头下面加注。当然有很多人是做裸空的，对吧？直接做 put 的，但是大部分的机构来讲的话应该是不会这么做的，都是以这个正股的保护性的为主。所以呢这是代表着标普的一个情绪。那么其他的几个是不是也一样的情况呢？我们看一下纳指100，这是纳指100的情况。纳指100的多空的未平仓期权的数量现在还比较的平均，但整体的趋势你看到也是处于不断上行。之前的时候6月份7月份那个时候我们看到从 0.9 对吧，这个地方你看6月份开始0.9 慢慢的往上累积，然后到现在的 1.87， 那么实际上它的差距并不是那么的大，代表着大家对于大的科技的权重依旧呢认为他们是带领市场有可能会上行，不太愿意去做空他们，或者不太愿意在上面冒险的一个对象。但对标普来讲就不一样，对标普来讲他们认为风险可能会更大一些，因为刚才我也讲过，标普离现在的关键位置它只有1-2个点，但是像纳指离关键位置还有8个点之多，所以在这块上也能看到市场的情绪更加的看好对于纳指的整体的这个稳定性，他们加的保护会少一点点，但趋势仍旧是上行的，做空和保护的人越来越多。那么其他的几个有没有同样的情况呢？我们看一下道指。
道指现在大家可以看一下，是不是也在逐渐的向上累积，数字越来越大，截止到今天是8月18号，现在是 1.5， 也代表着做保护的人越来越多啊。好，那么还有几个抓紧时间看一下，还有罗素，看看它的情况是不是也一样的情况，也是在逐渐的向上上涨以后，保护锁定利润或者保护有可能到来的下跌风险。那么还有一个是对于大头的 SP100SP100 呢，就指的是一些大的市场的一些大蓝筹，大的一些权重啊，就是标普这个里边的前100的这个比较好的一些股票，当然不是完全重合，和标普500前100市值不完全重合，但是呢，它是属于代表着市场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核心的一个主力啊，包括什么我们经常看到的那些大的科技股啊、科技权重啊，都在这里边。你看它的这个增加的情况就有点厉害了，你看它没有？它的 put call 的这个 open interest，对吧？这个未平仓期权的这个数量的比例，逐渐的就已经累积到从之前的1点几到现在的今天突然间飙升，一下子到了 3.7 了，代表着大家看这些蓝筹最近的反弹很猛很厉害，但是呢见好就收了，该拿就拿，该保护就保护了啊。所以这是数据来说话，因为数据怎么来的？数据是靠钱压出来的，不是猜出来的，它只有用钱买入了买进了才能够看到这个数据啊。好，还有最后一个是这个 VIX， 这个 VIX 这边它的数字是越小，代表着什么呢？代表着正好是看保护或者看下跌的这个人呢就会越多，它的数字就是在逐渐的变小。而 VIX 呢，它因为市场在下跌的时候 ，VIX 这边的这个就上涨的概率是比较大的嘛，尽管它不一定都是市场下跌 ，VIX 一定涨。但是呢，它在大多数时候是这个市场下跌的时候 ，VIX 是大概率会涨的啊。所以呢 ，VIX 这边 put 越来越小 ，call 越来越多，代表看涨 VIX 的越来越多了，和其他的刚才展示的几个指数的方向是完全相同的啊。所以呢，展示一些这个数据，就是想告诉大家市场到底在干什么啊？市场是不是真的资金像我们说的，就是天天涨，它就是为了这个操纵市场？市场不存在操不操纵的问题，他们在涨，他们在不断的去累积自己的保护性的头寸，这个就是他们回头不怕下跌的原因啊，也不是说他们一定要割韭菜，对吧？其实你要加上保护了，不也一样吗？你也不怕它下跌，你也不怕它割，或者你也减仓了，你怕什么呢？你也不怕，对不对？但是他们反正都在提前做准备啊，我只是告诉大家，把数据展示给大家，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能更好的理解现在市场所处的一个位置和趋势。好，今天呢最后抓紧时间说一下啊，昨天呢说到要减仓这个英伟达，今天呢按照计划把英伟达减仓减掉了，还不错啊，今天还反弹了一些，还给了一个更高的这个减的机会。今天185均价这个地方呢减掉了 1%， 目前只有 2% 的持仓，成本是负 112.5。那么这个呢就是没有任何的本金在里边，然后利润也已经拿出来了一部分了啊。后续呢这个120到160的位置看能不能买，我后续再去做一个更新啊，暂时我先放在这里，后面我们有一些新的变化，特别是等财报出来之后再去做一个详细分析。但情况就像我昨天跟大家讲的一样，现在呢预警是已经出现了，我不能等待它的这个暴风已经来的时候我再去做啊，毕竟我的持仓成本会比较的低，所以我多几块少几块对我来讲并不是那么重要。大家呢你就自行考虑啊，根据你自己的情况，你认不认为它会陷入这种今年的这种衰退的情况，昨天数据给大家展示过，还是你认为这现在呢在二季度财报没出来之前只是市场的一个猜测而已，或许它二季度财报会非常好，给了三季度的前瞻也非常非常好，那个时候整个的数据预期又会扭转，又从负变成正，也不是没有可能啊。但对我来讲，因为我的持仓成本较低，我可以先把它减掉，后面呢不管它涨和跌对我的影响都不是很大。好，这个呢就是咱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收听和点赞转发，咱们就明天同一时间再见。